中国制裁佩洛西开创历史，很多人没注意出手有多重，祸及其子孙后代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少。该来的总会来。8月5日，中方宣布了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的制裁。虽然中国宣布制裁美国的政客不是第一次，但这一次，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事态的严重性。其实，本次制裁开创了一个历史，即首次制裁美国在职的重量级官员。过去，中国也制裁过美国的反华政客，对包括蓬佩奥在内的极端反华分子的制裁，往往要等其卸任之后。而佩洛西可是在职的美国第3号人物，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制裁突破了一个潜规则，将不会再顾及影响中美正常关系的程度。我们看一下中国给佩洛西所定的罪：第一，严重干涉中国内政；第二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领土完整；第三，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；第四，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。而中国的反击不只是针对佩洛西，还包括对美国政府的8项措施，其中就包括中断中美军事交流、中美司法合作和气候问题谈判等等。这里面也很有意思，中断中美军事沟通机制，意味着美军在中国家门口的活动引发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升，因为沟通的渠道被切断了。而中断气候问题谈判则直击拜登政府的主要执政理念。拜登做事佩洛西挑衅中国，无非就是想拉升民主党的中期选举支持率，而中国的反击只会让白宫的外交战略和内政陷入全面的被动。现在很多人在质疑中国对佩洛西的制裁到底有没有用。说实话，以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，对任何西方政客的制裁都能起到威慑的效果，而且呢，也能让其实打实的感到肉疼。首先，中国的这次制裁对象可不是只有佩洛西本人，而是包括其直系亲属。那么，他的4个女儿、1个儿子、9个孙辈儿，通通都在制裁之列。你可以理解为祸及3代。其次，在中美经济高度融合的情况下，佩洛西家族可能损失很大。佩洛西本人虽然已经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，余日无多，但是其家人以后的生计都会受到影响。蓬佩奥在任上的时候反华成性，被中国制裁后，很多单位和部门都不敢接收他，他只好找了一个年薪只有6到8万美元的职位。如果没有这次制裁的话，他可能就是一些大公司里的香饽饽，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。佩洛西的丈夫和儿子靠基金投资，在中国内地、香港和亚洲多个地区捞油水获利。其丈夫创立的明基环球投资旗下的亚洲股息基金有1半为中国企业，这块生意以后也不得做了。佩洛西现在可是国会山股神，不管多有钱，一旦被查实涉及操纵股市或内部交易，就有可能被罚到破产。那么其家族这么多人，未来想要在美国的大公司谋职，就是重要的出路了。而这些美国跨国企业将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制裁因素。中国现在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，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。只要我们决定对一个家族实施经济制裁，就必然会对其个人利益造成冲击。当然，制裁措施最关键的还是看是否落实到位。佩洛西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人民的公敌，我们可不会放过杀鸡儆猴的机会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